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带大家到奈良的春日大社走一走。因为经常带朋友来这里参观，所以针对许多朋友提出的相同疑问，制作了这支影片。主要呢是向大家介绍一下春日大社的样貌和历史，希望这段影片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这座古老而又美丽的神社。春日大社坐落于日本奈良县奈良市的春日野町，是该市最著名的神社之一。全日本约有1000家春日神社，这一间呢是它的总本社，也是日本的3大大社之一。春日大社坐落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这片被视为圣域的森林呢，被称为春日山原始林。自奈良时代起就被禁止砍伐和狩猎，因此呢，森林中保留了自奈良时代起最原始的自然样貌。森林中高大的参天古树随处可见，和神社的建筑融合在一起，给人一种宁静与庄严的感觉。在森林中还有许多的石窟佛像、古寺遗迹等，据说这里都是日本古代修行者修行冥想的场所。春日大社的面积非常的广阔，包含了神山春日山在内。据资料统计，这座神社的面积约有近100万平方米。100万平方米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相当于140个标准的足球场大小，非常的广阔吧。从神社最东边的一只鸟居到本殿的参道就有差不多1.4公里的距离，足以见得这座神社的规模之大。同时，春日大社的历史呢也非常的悠久，始建于1300年前的奈良时代，经历了许多朝代的更迭，这座神社依然保持着现有的样子，见证了日本历史的变迁和文化的传承。参拜者走在覆盖着细沙的参道上，脚步轻柔而沉稳。如果你仔细的观察，在这条1.4公里长的参道两旁，密密麻麻地排列着许多的石灯笼。据统计，一共有约3000多座形态各异的石灯笼和吊灯笼。这些灯笼都是自平安时代起由社会的各个阶层的信徒们捐赠的。这些石灯笼呢，会在每年固定的时期被点亮，形成独特的灯笼海洋。特别是在春日大社的8月的万灯笼祭期间，夜晚的独特灯光会营造出一种神秘神圣的气氛。所以呢，我非常推荐大家在8月14日这一天的夜晚来这里欣赏这难得一见的景观。此外在奈良公园和春日大社的附近生活着有大约1300头野生鹿，它们与游客亲密互动，这种现象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呢，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游客与这些神鹿的子孙后代亲近互动。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春日大社的建设者和这座神社的历史背景。公元710年，当时的都城从藤原京迁移到了平城京，也就是现在的奈良市。迁都时，当时的贵族藤原氏家族就决定要建立这座春日大社，用来祈求神灵保佑新都城的平安繁荣。在数十年后的768年，有着藤原氏血脉的女帝正德天皇下达敕令，由当时的左大臣藤原永守等人在现在的地点建立了春日大社的4座神殿。这4座神殿分别供奉了从茨城县鹿岛神宫迁来的守护神武瓮垂命，从千叶县香取神宫迁来的守护神金津主命，以及大阪府梅冈神社供奉的藤原氏的主神天儿乌根命和比麦神，一共呢是4位神灵。在迁都平城京之前，旧都被称作藤原京，在奈良县的江原以及飞鸟地区，是飞鸟时代的都城，也是日本首次采用唐式的条坊制度建造的城市。问题是建成仅14年的都城，元明天皇就下令迁都。要知道建造一座这样的城市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为何说搬就搬？这背后又是什么样的缘由呢？日本进入奈良时代的重要事件之一呢，就是迁都平城京。平城京就是现在的奈良市，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藤原氏家族。据记载，迁都平城京就是由藤原氏家族决策的，甚至连建立春日大社的提议也是由藤原氏家族提出的。按理说，守护都城和国家的神殿
应该是由权高位重的天皇来决定。那么为何藤原氏能够拥有如此大的决策权呢？藤原氏是日本历史上最强大的贵族之一。藤原氏家族在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尤其显赫。这个家族通过婚姻和政治手段，在朝廷中积累了巨大的权力。最早提出建立春日大社的藤原氏家族成员呢，是藤原不比等。他是飞鸟奈良时代的杰出政治家，公元658年出生于奈良的明日乡。他的名字不比等在日语中有无人能比的含义。公元689年踏入政坛，在朝廷中曾是底层的职位，因为杰出的能力，很快就受到了持统天皇的重用。公元697年，藤原不比等的女儿公子成为了文武天皇的妃子，这样使得不比等成为了皇家的外戚，进一步巩固了藤原氏的权力基础。最终，他策划让自己的孙子守皇子继承皇位。然而，在707年，文武天皇在25岁的时候去世，当时的守皇子只有7岁，无法承担朝廷的政务。由于守皇子无法立即登基，藤原不比等决定让文武天皇的母亲元明天皇继位。据说这样做是为了在守皇子成年之前，由元明天皇来巩固政局。这一安排不仅保障了朝廷的平稳过渡，也为守皇子提供了更好的学习和成长的环境，使他能够为将来的统治做好充分的准备。在藤原不比等去世之后，这位守皇子终于以圣武天皇的身份获得了皇位。这样通过利用作为皇室的外戚地位来积累权力，这种策略充分地展示了不比等的精明与手腕。在迁都平城京之前，旧都藤原京仅仅存在了14年，其中有一些区域甚至还没有完全的建成。藤原京是一座具备首都功能、耗资巨大的城市，然而却能在短短的时间内被果断地放弃。背后的操盘手正是藤原不比等，他的意图显而易见。首先，通过建设新的都城来削弱旧都城飞鸟地区豪族的影响力。尽管藤原氏的家族势力强大，但飞鸟地区仍有许多的豪族对权力虎视眈眈。其次，他希望自己的孙子守皇子成为天皇后，能创造一个全新的首都。最终，如藤原不比等所愿，公元710年，日本的首都迁至了平城京。看到这里，想必各位已经明白了吧？就连迁都这种大事都在藤原氏的掌控之下，何况建立区区一所神社，这简直是易如反掌。当然，话要说得好听，一切呢都是为了国运昌盛、平安繁华，百姓呢能够安居乐业。藤原氏家族的成员在历史上多次出任摄政和官白等重要的职务，对日本的历史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他们的权势在平安时代达到了顶峰，几乎完全控制了日本的政治，在国家大小的决策中起到主导作用，包括宗教和文化事务。春日大社的建立就是一个例子。尽管表面上是为了国家和都城的守护，背后却是藤原氏家族通过宗教手段巩固和展示其权威的策略。另外要补充说明一下，藤原氏这个姓氏呢，是在飞鸟时代时由天智天皇赐予的。在这之前呢，藤原氏的姓氏为忠臣。忠臣家族早在古坟时代甚至更早的时期呢，就是当地有名的贵族。直到飞鸟时代的忠臣连族，因为在646年的大化改新中功勋卓越，被天智天皇赐予了藤原的姓氏，正式开启了藤原氏家族的历史。大化改新呢，在日本历史中非常的重要，是古代日本从豪族割据走向中央集权的象征。在这其中，忠臣氏家族也就是藤原氏功不可没。春日大社的核心区域被称为御主殿，主殿呢是依靠在春日山的三角而建，四周被一圈回廊所环绕。主殿的区域形状接近长方形，但呢又不是完全的对称。回廊一共有5扇大门可以进入到主殿的内部，一般来拜访的话都是由南门而进。南门位于南回廊的正中心，回廊长约21米，东侧的回廊呢有37米。西侧的回廊是4道回廊中最长的，约57米。这其中呢包含了3道大门，分别是庆贺门、清净门和内侍门。北侧回廊呢约为27米，它只与西侧的回廊相连接，向东延伸至本殿的后方就截止了。4个方向的回廊不同的长度，这种不对称的设计据说呢是有意而为之，主要是根据神山原有的地形而设计的，也体现了建筑变化的美感。中门是位于本殿正前方的一座楼门，高约10米。中门正面是唐破风的屋檐，这种设计风格呢是在明治时期安装的。中门两侧的走廊延伸约有13米，
就像一只展翅的凤凰。在本殿举行祭典的时候，这里呢是神职人员就坐的地方，而在过去，这里则是兴福寺和东大寺的僧侣们诵经的场所。进入中门，则是主殿中最核心的部分——本殿。正如上一段视频里所介绍，这里呢安放了4座神殿，4座神殿依次排列，里面供奉了4位神灵。这样也是许多朋友最关心的问题：春日大社中供奉的是什么样的神灵？那么呢，我会在接下来的视频段落中向大家介绍春日大社中供奉的4尊主神。在日本的神话传说中，武瓮垂命被称为雷神，他是力量和勇气的象征，是日本神话中的战神。他是大名鼎鼎的火神的儿子。诞生的故事呢，非常的神奇。神话中提到，当他的父亲火神被斩首的时候，火神的血液飞溅到了岩石上，血液与岩石融合，诞生了3位神灵，其中就包含了武瓮垂命这位战神。武瓮垂命原本是长鹿国的神灵，长鹿国呢就是现在的茨城县，祭祀他的神社在茨城县的鹿岛市，这里呢也是藤原氏家族的发源地。在春日大社建立的时候，武瓮垂命被天照大神派往奈良的春日山，以保护春日大社。他选择了一头白鹿作为自己的坐骑，这一头白鹿象征着纯洁和神圣。当武瓮垂命到达春日山的时候，这头白鹿也就成为了神的使者，象征着神明的保护。因此呢，春日大社的神鹿被视为神圣之物。千百年来，神鹿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这也就是为什么奈良有那么多野生鹿的原因。日本的神话中说到，天照大神为了统一日本，派遣了武瓮垂命和另外一位神灵金津主命作为使者前往出云国。他们降临在出云国的一个名为伊那佐小滨的地方。这位战神将自己的武器一把利剑逆力插在波浪上，自己悬坐在剑尖上，要求出云国的主神大国主命将自己的土地交给天照大神。虽然大国主命表示愿意交出土地，但是他的儿子剑与明方神却非常的不服气，拒绝出让土地。因此呢，两方爆发了斗争。在激烈的战斗中，武瓮垂命展现出了碾压性的力量。他使用了自己的绝招，用一种奇特的方式将剑与明方神投掷了出去。剑与明方神战败后，低头承认了武瓮垂命的力量，并承诺不再挑战天照大神的权威。从此，出云国的统治权便交给了天照大神。在这次战斗中，武瓮垂命展现出了特殊的格斗技巧和身体的力量。这种技巧呢，也在后来的相扑运动中出现，特别是相扑中投掷的动作就被认为是模仿了这位战神的动作。因此呢，武瓮垂命也被认为是相扑的始祖。金津主命呢，又称为相许大明神，被视为战神和武神，和武瓮垂命同样呢被信徒尊崇。金津主命原本是下总国的神士，在千叶县香取市的香取神宫接受祭祀。根据传说，当年他也是受到天照大神的引导，和武瓮垂命一同前往奈良的春日山。只是与武瓮垂命不同的是，金津主命乘坐的是神船，他从长鹿国的香取神宫出发，在途中与武瓮垂命相会，一同前往春日大社建立圣地。这两位神灵的关系相当密切，常常被成对的供奉。一个最具说服力的理由是，供奉金津主命的香取神宫和供奉武瓮垂命的鹿岛神宫分别位于立根川的两岸，遥相对望。此外呢，在春日大社，这两位神灵也被供奉在一起。为什么要请这两位武神来保护春日大社呢？这是因为香取神宫和鹿岛神宫所在的长总地区就是藤原氏的发源地，所以这两座神宫的祭神被引入春日大社。他们也常常被供奉在武道场中，被视为是祈求必胜的神。在神话传说中，金津主命在许多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之前提到的武瓮垂命一样，是天照大神的使者，他们专门负责执行重要的任务。天照大神作为日本神话中的最高神明，他们所派遣的使者都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权力，因此这两位神灵是相同重要的存在。
作为藤原氏的主神，天儿乌根命是一位能言善辩的神明，在天界中负责神事和祭祀，并且是侍奉天照大神的重要神灵，因其出色的口才和智慧而著称。在盐户之影的神话中，曾经记载过这样一段故事：天照大神是传说中的太阳神，有一天，他因为弟弟的种种暴行而大为愤怒，愤而躲进了一处名为天盐户的岩石洞窟之中。从此，天地之间便失去了太阳，陷入了黑暗。众神努力地想要说服天照大神，让世界重见阳光，却毫无办法。这时，天儿乌根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组织了一场盛大的仪式，并朗诵了神圣的祝词。一时间，众神载歌载舞，欢笑声引起了天照大神的注意。好奇的天照大神在岩洞上打开了一道裂缝。此时，天儿乌根命将一面镜子递给了天照大神，镜子将天照大神的光芒反射出洞窟，瞬间照亮了黑暗的世界。众神为之而感动，此情此景使得天照大神最终走出了洞窟，将光明彻底带回了世界。这个故事展示了天儿乌根命的智慧和领导力。比麦神呢是天儿乌根命的妻子，她呢是日本神话和神道中的重要女性神明，同时呢她也是春日大社中唯一祭祀的女神。它代表着自然和美丽、生命的延续和社会的繁荣。